一代帝王葬在妃子坟里，确实是过于寒酸了。1644年4月25日，北京景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，大明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自缢殉国。崇祯这一死，结束了他33年的人生，也结束了延续276年的大明王朝。别的亡国皇帝要么沉溺酒色，要么荒废朝政，而崇祯皇帝却异常勤恳节俭，以至于年纪轻轻就有了白发。但满怀中心大志，却还是迎来了亡国的命运。他死后没有皇陵安葬，只能挤在一个小小的妃子坟中，就连安葬的费用还是大臣募捐的。后世人提及崇祯皇帝，更多的是对他的怜悯。从他的谥号大明壮烈闵皇帝，可见他的处境艰难和悲惨结局。你好呀，我是南希。我们今天来逛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的陵寝思陵。思陵位于北京明式三陵中最偏僻的西南角，相比于其他明帝陵，思陵实在是过于潦草。它没有明楼，没有宝顶，更没有任何地面建筑，进门就能看到远处的圣号碑。思陵之所以如此寒酸，是因为这个陵墓本身就是个妃子的墓。当年崇祯皇帝自缢后，遗体被李自成的手下发现，李自成答应以天子之礼安葬他，但崇祯皇帝生前并未建陵，于是大臣们就把他安葬在崇祯帝刚刚下葬的皇贵妃田氏的墓中，挤在一起的还有悬梁自尽的周皇后。一代帝后屈尊合葬在妃子坟里，让这座陵墓更显凄凉了。崇祯帝的安葬费仅仅花了200多两银子，还是靠募捐得来的。而李自成虽然安葬了崇祯帝，却没有给这座陵墓命名。我们今天叫它思陵，还是清朝的皇帝命名的。崇祯皇帝朱由检是朱常洛的第5子，原本他就是个闲散的王爷，当上皇帝的是他的哥哥朱由校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木匠皇帝。1627年，23岁的朱由校因服仙药去世，由于他没有子嗣，大明江山便传到了朱由检的手上。那一年他只有17岁，没有接受过任何作为继承者的培养。不得不说，朱由检接了个烫手山芋。他的祖父万历皇帝10多年不理朝政，他的父亲朱常洛刚登基不到1个月便暴毙，而他的木匠哥哥则荒废怠政。当江山传到他手里时，早已是内忧外患，满目苍夷。在他自缢殉国后，一批明朝大臣们纷纷自杀殉国殉君。那些侥幸活下来的明朝的遗老遗少，也都对崇祯皇帝怀有无限的思念之情。思陵的神功圣德碑就在思陵的大门口，碑的主要内容呢是为崇祯皇帝开脱亡国之责，总结经验和教训。这块碑没有头碑的碧玺，不过以当时的条件来说，有块碑已经不错了。思陵的大门已经看不出来是个皇陵了，只是在墙的一个角落里安装了一个防盗门，显得格外突兀。进门以后可以一眼望到最后的坟包，地面上的建筑完全没了。再往前就是3座门的遗址，依稀能看见残存的石墙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便是十五供。十五供通常是由一个石香炉、2个花瓶和2个烛台组成，它不具备焚香、插花和点烛的实际功能，只是一套摆件，象征香火不断，神火不灭。但思陵的这套十五供是比较奇特的，它有2套，前排的体量比其他帝陵的5供要大得多。这套十五供本是田贵妃的，后排的是清朝后来给崇祯皇帝建的，但却采用了给太监所用的样式。我们再继续往前走，爬一个小楼梯，来到崇祯皇帝的圣号碑，上面写着大明壮烈闵皇帝之陵，这是崇祯皇帝的谥号。再往后就是崇祯皇帝以及他的皇后贵妃安眠的地方了，宝顶谈不上，就是一个坟包。围着走一圈，不到1分钟也就走完了。世人对崇祯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，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正向的。清朝人所编的明史上写着明之王，始亡于神宗，也是在为他开脱亡国之责。他没有做亡国之君的事情，却摊上了亡国的倒霉运。